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聚焦一个主要话题，就是中共极限施压日本，斗争失利，仇日反而变成辱华。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马上就说给您听。不过呢，先请您帮我个忙，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那记得要选所有通知，这样就能够收到我们未来的节目通知了。那另外呢，我也要感谢捐款赞助我们的朋友包括了 Barno Annie、Connie 还有廖晨雅等等。那非常感谢你们支持，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的。好，那我们进入主题。11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的时候呢，透露了如果台湾有事，而且情况很严峻的话，那就可能对日本构成了存亡危机。那日方呢就会考虑是否动用自卫队来保卫国土安全。那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说法出台之后，让中共是暴跳如雷，对日本发动了一系列的媒体战、外交战和经济战等等，想要报复和极限施压，要逼高市早苗道歉下台。那中共就像红卫兵附体一样不断的拉高批斗日本的调子，甚至还公开恐吓说中共有权单方面对日本动武等等。而中国境内的媒体跟海外的亲共媒体也都发出大量的讨苗、仇苗和仇日的文章，掀起一场铺天盖地的舆论战，好像高市早苗真的随时快被民众赶下台了，那日本呢又要变天了。但实际情况呢，刚好相反。高市不但没有撤回言论而且中共越打压他的民意支持度就越飙高。根据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的最新民调呢，高市内阁的支持度依然高达 72%， 而高市内阁应对中共的态度有 56% 的日本民众是给予肯定的，也就是说有过半数的日本人支持高市对中共强硬，那反对者呢只有 29%。 那这个民调结果中国媒体和网络是一律封口，只字不提。那这个现象呢，再一次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海外政治人物的最佳助选人。那中共越打压谁，谁就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所以台湾的各政党如果你们谁想要拿下2028年的总统大选呢，就应该去反共，去对抗中共，而不是亲共。你想想看你抱着红色的中共，就像抱着一个红灯一样禁止通行，那大家呢一定会停下脚步，哪会往你那边靠呢？那这是题外话了。不过我想强调一点我认为中共这次对日本的羞辱动员和报复行动呢，不但没有达成仇日倒苗的目的，反而呢还带来了辱华贬华的负面效应，让全世界对中共政权与中国加深了不满与戒备。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中共的仇日动员激发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更加讨厌中共霸凌，所以更愿意支持高市早苗，更愿意支持他抵抗中共，捍卫国土安全。像中共用漫画攻击高市，说他是为军国主义招魂，还用漫画批评高市骨子里是走回军国主义。结果呢，马上被日本网友批图反击了，把中共党魁的真身给召唤了出来。那更要注意的是，高市早苗这个 72% 的支持度还可能是低估的结果，因为日本媒体这几年也有明显的左倾问题，所以呢，许多保守派的民众在接到媒体电话的时候呢，不愿表达意见，或者是不敢表达真实的意见，那这就是所谓的机构效应。因此呢，高市在日本的实际支持度可能会更高。那换言之呢，讨厌中共、支持对抗中共的日本民意也是更高的。那第二个原因呢，中共官员跟媒体都是满口脏话，水平低劣，让日本人深深反感。像大家一定都记得，中共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在第一时间就发文说暗示要对高市进行斩首，引发了轩然大波。不但大阪市议会一致通过决议，要求薛健要道歉，现在呢，就连欧洲各国也都表态认为薛健这种言论是非常不妥，应该回去中国。那中共媒体就更夸张了，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不但说高市满嘴喷排泄物，还说高市脑袋被驴踢了。大家想一想一个是国家级的外交官，一个是国家级的媒体，但是讲话都是一样的低俗下流，满口脏话。
那这种国家的官员水平能有多高呢？是不是中共的外交官考试考的题目就是请用脏话爱祖国呢？所以说中共这种流氓土匪式的言行，不但会让其他国家质疑中共官员的执政能力，还会质疑今天的中国还有什么文明呢？第三个原因是中共颠倒黑白，贼喊捉贼。中共这次猛烈攻击日本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宣称高市讲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就是日本2战的军国主义要死灰复燃了。那这个说法呢，拿来做大内宣，欺骗中国老百姓可能有用，但是呢，在海外所有正常有理性的人一看就知道，中共是逻辑错乱，贼喊捉贼。大家想一想所谓的军国主义是指主动去对外发动侵略，去攻击别人家。但高市讲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呢，是一种自我防卫的概念，就像隔壁邻居家失火了，就会对你家构成存亡威胁是一样的概念。所以万一邻居真的失火了，那你是不是也会考虑全家出动去帮忙灭火呢？那是不是这个道理呢？这是自保与自卫这是基本常识，哪是什么军国主义呢？那从另一个角度讲，现在全世界搞军国主义的是谁？除了俄罗斯，就是中共了。那大家知道军国主义呢，往往有3个特征，专制独裁、积极扩军和鼓吹民族主义。那中共是不是这3点都吻合了呢？中共这几年全力发展军备，已经有200万的兵力了。那每年还像下饺子一样的造军舰。可是现在世界上有谁想要侵略中国吗？没有。那既然中共没有外在的武力威胁，那为什么还要加速扩军呢？那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共在准备对外侵略，是中共在搞军国主义。那中共的对外扩张路线图呢，就是吞台、控日、逐美。他们想要先拿下台湾，要接着控制日本的冲绳群岛和西南诸岛，接着大军挥进西太平洋，把美军势力呢逐出印太区，一步步的实现他们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中共指控日本搞军国主义其实是贼喊捉贼。那不但引发日本民众的反击了，还让各国对中共和中国的印象是更负面。第4个原因是中共造假新闻移花接木。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披露过，中共控制的海外某鸟卫视呢，日前做了个报道，声称日本首相官邸外面有近100名日本民众去抗议高市，要求高市下台。但实际上呢，这是个造假的新闻，因为现场只有10几20人，而且呢，首相官邸外面长期都有民众到那里抗议政府，表达诉求的。而且有东京的媒体朋友告诉我们说他亲眼见到某鸟卫视是刻意煽动这些抗议者表现得更激烈、更用力的表演说这样中国人民就会感谢他们，那他们会在中国历史上留名。所以说穿了，这是一场中共自导自演的假新闻。那没想到呢，中共党媒还不死心，硬是让记者拿着这个假新闻去问日本外相，想要当面羞辱日本，结果反而被日本外相给当面戳破了。まず、官邸前のデモでありますけど、以前は毎週、金曜日にはですね、必ず、原発反対と、こういうデモがあったり、さまざまなデモというのはですね、官邸前で行われてきたと、このように承知をいたしております。その上でご指摘のような事実は全くない、ご懸念は当たらないと。那中共的假新闻认知战不但用来打日本，还用来打自己的人民。中共党媒发了一篇文章，叫做《倾心尽力为我可爱的祖国》。那里面声称有工人为了回应日本的挑衅，向单位申请了每个月无偿多加5个班。结果呢，文章一出来马上被中国网友炮轰了，因为这是很明显的低级红骗局。都已经是 AI 年代了，那还想用这种假新闻来对人民打爱国鸡血、割韭菜？那有网友还要求要认真调查这篇文章作者到底是不是日本间谍那这也说明了中共的假新闻连自己人民都不相信了，还想去骗外国人吗？再来，中共公然煽动琉球独立，试图颠覆日本主权，分裂国土。那这一点呢，当然是让日本人无法接受。但更糟糕的是，中共想分裂琉球，也就是冲绳的行动居然还被抓包了。
中共在跟日本交恶之后呢，马上在 X 平台上冒出了许多支持琉球独立的帖子和影片，而这些影片呢，不但制作很精致，还中英文并列，一看就知道了，这绝对不是什么网民自制的，而是后面有个中央厨房在供应的。但是尴尬的是X 平台最近开放了一个功能，可以秀出账号的来源位置跟登录的方式。结果呢，日本网友们一查，这些用中文和日文来鼓吹琉球独立的账号，绝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境内，或者是使用中国的应用程序来登录的。换言之这些人很可能是中共的网军或特务。那这真相被发现之后呢，马上在日本网络上广为流传。那日本人终于发现了，原来许多攻击日本王室、煽动分裂国土的言论其实背后都是中共在指挥操纵。这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境外入侵。中共嘴上说要外国不要干涉内政，但是他们却长期有计划的干涉外国内政，甚至呢图谋分裂外国领土。那中共不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恐怖分子和骗子吗？那中共仇日变辱华的另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不断的化友为敌，让各国相继觉醒了。大家知道，过去乌克兰和以色列跟中共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外交关系。那乌克兰还曾经跟中共深化战略伙伴关系，而以色列也为中共提供了许多关键技术。但是最近联合国大会第3委员会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批评中共在国内外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特别是指控中共针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镇压。那受害者包括了维吾尔族、藏族、基督徒以及法轮功等等。好，那中共破坏人权这个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那现在只是多挂了一张国际认证。重要的是有15个国家签署了这项声明，那其中除了英国、美国和日本之外，还包括了以色列和乌克兰。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英美日签这个声明来批评中共大家不会意外。但是以色列为什么跟中共翻脸了呢？除了因为中共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之外，还有中共在幕后支持哈马斯组织和伊朗，为他们提供武器跟资源来袭击以色列，所以这次以色列翻脸了。那乌克兰为什么也跟中共翻脸呢？因为这场俄乌战争打到现在乌克兰终于明白了，他们在战场上的敌人不是只有俄罗斯，还有中共跟朝鲜。那中共嘴上说要推进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但实际上是支持俄罗斯打下乌克兰，来牵制美国跟北约，所以乌克兰这次也觉醒了。再加上这次中共对日本的战狼或者是疯狗报复行动呢，让更多的国家看见了中共的真实面貌，开始对中共保持距离，或者是加强对中共的防御戒备。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预见，许多国家呢会对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外交政策会越来越保守，越来越防备。那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内部出现巨大的忧患局面，所以想要通过树立外敌来转移焦点，释放压力。我们知道现在中共最大的内部危机是什么？没错，就是经济。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局面，那大量的外资外企也不断的撤出中国，导致中国是普遍的出现高失业、低收入、高负债、低消费的困境。所以中共在这个时候大动作的把日本树立成国家敌人或民族敌人，天天是口诛笔伐、文攻武吓的。那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要转移焦点，把人民的视线跟怨念呢转移到境外的敌人身上，别对焦在共产党身上，从而达成了攘外以安内的政权维稳。但说真的，这种声东击西的障眼法已经是老掉牙了，不但国际社会早就看穿了，就连中国百姓也越来越明白了。那简单说，中共在霸凌了自己的人民百姓之后呢，怕人民揭竿而起报复共产党，所以呢转个身去霸凌外国，挑拨人民跟着去霸凌，好让自己逃过一劫。但是呢，这种手法只会加深加重国际社会对中共与中国的反感。那最后呢，中共会被孤立，那中国人民也会被连累受害。看到这里相信你一定看懂了为什么中共的仇日最后变成了辱华。
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老话，从西方来的中国共产党啊，才是不折不扣的反华势力。那他们呢，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威胁与敌人。好，今天聊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